四川男子捡到6枚蛋，没想到孵出4只凤凰，饲养后居然被判1年，这究竟怎么回事呢？家住四川攀枝花的张阿牛和往常一样到山上放牛。这天，在航至一个灌木丛的时候，他发现了一个鸡窝，里面有6枚蛋，但他并不着急拿走，而是想着有蛋就有鸡，所以找了一个角落打算来个守蛋待鸡。结果左等右等也没等到。之后张阿牛往后连着3天，白天放牛，晚上守蛋待鸡。也就是在第3天早上的时候，这只野鸡可算是被他给带到了。只是这只野鸡长相很奇特，鸟头上有一抹鲜艳的红色，身上有着炫目的羽翼，看着就不是俗物。在张阿牛的认知里，这鸟肯定就是传说中的凤凰了。于是他动作麻利的就想着将这凤凰给抓住。结果这只凤凰在遭遇到张阿牛的突袭后，开始夺命奔逃。他似乎很懂得自己的优势，就往那犄角旮旯和草丛里躲。一溜烟的功夫，还没到手的鸡就没了。到了第4天，张阿牛还是想碰碰运气，看看能不能带住凤凰。结果因为他的打草惊鸡，凤凰也就没再出现。于是耐心耗尽的张阿牛便将这6枚蛋带回了家中，想着让自己母鸡看看能不能孵出凤凰来。可惜6枚凤凰蛋，母鸡就孵出了4只。在往后的日子里，张阿牛好吃好喝的饲养着这几只幼鸟。这些幼鸟也不负众望，越养颜色越漂亮，就像是传说中的凤凰一般。而张阿牛家的鸡窝里飞出的凤凰的事也传遍了整个村，同时也传到了有关部门的耳朵里。他们也组成了小组前来调查，不查还不知道，一查还给自己惹来了祸端。四川男子养的凤凰究竟是什么物种呢？相关部门在看过张阿牛养的凤凰后，发现这所谓的凤凰可不是普通的动物，是国家2级保护动物白腹锦鸡。它虽然不是凤凰，却和凤凰还有一段渊源。在先民时期，很多部落会以龙、凤凰等神兽作为图腾，而拥有凤凰图腾部落的地方大多在关中地区。而根据白腹锦鸡的栖息地范围来看，两者是出自同一个范围的，所以在很久之前，学术界普遍认为白腹锦鸡就是凤凰的原型。专家表示，白腹锦鸡是我国特有的物种，这种鸡常年生活在海拔1500到4000米的阔叶林里生活，它们性格很机警，只要稍微有点声音，就能把白腹锦鸡给吓跑了。当遇到危险时，虽然不能像鸟那样直接飞翔，但是却可以依靠翅膀的力量滑翔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很多村里的人也都围了上来，大家都不懂为啥这些凤凰要被带走。于是在专家的一系列的科普之下，张阿牛以及围观群众也都清楚了。为此，张阿牛也需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。据我国法律规定，养国家2级保护动物，如果构成非法收购、出售等罪的，判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，并处罚金，所以是不能够被私自饲养的。最终，张阿牛被判1年有期徒刑，孵蛋成鸟并饲养1年多。为什么会被判1年呢？事情一经爆出，引发各大网友的讨论，大家都觉得张阿牛并没有伤害到这些鸟，是不是判得太重了？难道动物比人都值钱吗？事实上，3到7月是四川省全省禁猎期，而张阿牛捕获那些鸟蛋刚好在这个时间线内，再加上张阿牛在捕获后并没有在第一时间上报有关部门。有人会说，不知者不罪。其实这一理论是一种错误刑法的认知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，不知道法律者是不能够免除刑罚的。至于国家为什么越来越重视保护动物，是因为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，很多荒地被逐渐开垦，它们的栖息地也逐渐丧失，空间也大幅度缩小，没有充足的食物资源，它们不得不远离这里，寻找新的目的地继续生活下去，最终导致我们几年甚至几百年都再也看不到这些动物的踪迹，最后导致物种灭绝。而物种的灭绝会导致生态断裂，最终回报到人类身上。可以说，人类与动物命运共同体。综上所述，这些物种之所以会濒危，基本上都是生态环境的破坏、人类活动的不断扩张和以及残忍的捕杀造成的。如今它们的出现，这也可以说明了，随着我们逐渐的重视生态与自然的和谐共处，才让地球出现了平衡的发展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喜欢本期视频的话，点赞3连。对此大家有什么看法呢？欢迎积极留言评论。